爷，男儿错了，你饶了男儿吧。上次男儿也是这般求我心软，还是逃了。我是不是待你太好，让你偷偷长出来的翅膀硬了呢？爷，男儿真的错了，再也不逃跑了，求您不要这样。不要？男儿当初求我收了你的时候，可不是这样说。男儿跟了我，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，没有我的应允，你哪儿也休想去。你可还要逃？不逃了。以后可要逃？不逃了。男儿这双腿实在不乖，不如折断了可好？爷，男儿害怕，爷不要这样，求求您了。唉，不折断，那给男儿打造一副独一无二的金链子，拴在脚上，就出不了房门了。只要不折断男儿的腿，男儿任凭爷处置。话音刚落，他感觉到腿上碰到一个冷冰冰的物事，抬眼一看，只见爷不知从哪儿拿出一副金灿灿的链子。男主简直目瞪口呆，居然早就做好了。乖男儿，这可是你答应的，别说爷不疼你啊。沈燕白打开镣环，扣在他骨感精致的脚踝上，并配了一把精致的金锁锁住。链子很长，另一端拴在床角。爷，你真的要囚禁我？哼，事不过三，男儿2次逃走，我实在难以安心，不如拴起来，省得出门在外忧心你会不会逃跑。贱婢，居然敢弄脏小姐的裙子！那日，他将四小姐洗干净的衣服交给小姐身边的大丫鬟秀云后，没过多久被叫去四小姐房中问话。秀云见到南珠，令她跪下，然后不由分说打了她一巴掌，斥骂她弄脏了四小姐的裙子。奴婢冤枉！喊冤的话还没说完，秀云又打了她一巴掌。贱婢，还敢嘴硬！你可知这珍珠纱多么金贵？就算是10个你，也换不来一匹料子。奴婢没有，请小姐明察。四小姐，这贱婢也知道您衣服金贵，居然不肯承认。一碟子点心狠狠砸在南珠身上，怒骂道：该死的贱婢，杖责20，关去柴房。南珠被2个婆子拖到外面去跪下，生生挨了20板子，最后还被四小姐关在柴房，3天3夜没有吃喝。她就是南珠啊，长得真好看。好看有什么用？四小姐极不喜她。为何不喜啊？你说为何？谁家主子愿意被一个小婢女比下去？听说三少爷也惦记她呢。每每听到这些，南珠只得低头匆匆走过，不敢停留引起是非。她如今日子并不好过，四小姐每次心情不好都要把她叫过去骂一顿。今日四小姐想要吃外头的糕点，命南珠出门去买。出门时，角门看守的小厮拦住她和她讲话。南珠妹妹，你来府中5年了吧？如今比府中的小姐们还要好看。莫有胡说，救四小姐听到可要生气了。南珠妹妹害羞了，我说的可是真话。过阵子三少爷房中要添通房丫鬟，我可听说三少爷很中意你呢，童夫人说了好几次把你要过去。南珠妹妹马上要当凤凰了。别开玩笑了。妹妹放心，我眼睛尖着呢，这府中就属你最好看，这事儿没跑了。三少爷如此疼爱你，很快便能抬你当姨娘，妹妹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嘞。越说越离谱，南珠心道：这好日子给你要不要？别拦我，我要出门了。半个时辰后，南珠买了糕点回来，不成想运气这么背，路上遇到三少爷。
南珠儿，这是去买了什么呀？奴婢见过三少爷，小姐命奴婢去买荷花糕。好香啊！他一脸色相，不知是说荷花糕香还是南珠身上香。小姐还在等奴婢，奴婢先退下了。南珠，本少爷很喜欢你，和母亲说要了你去给我的房中当通房。三少爷抬举奴婢了，奴婢身份卑微，不配伺候少爷。本少爷说要你，你就担得起。小姐该等急了，奴婢先退下了。沈从茂盯着他背影，不自觉地抬起刚才碰过南珠的手，放在鼻尖深嗅，真香。南珠提着糕点回到四小姐屋子里，没想到夫人也在，只不过两人坐在罗汉榻上，面色不愉。奴婢见过夫人，四小姐。买个糕点，磨蹭这么久才回来，诚心偷懒是不是？奴婢手脚粗笨，惹小姐生气，请小姐责罚。沈从玉不由得怒火中烧，抬手又要打。一个婢子不值当你一个千金小姐亲自动手，别自降身价。哼，下贱的东西，脏了本小姐的地儿，还不快滚！南珠垂着脑袋立即退了出去，一出房门，外头停下活儿听戏的丫头婆子看了他一眼，不紧不慢继续拿起手中的活。那些偷偷打量他的目光颇具同情。南珠抿唇不语，凉风吹在脸上，刺痛难忍。南珠没有回屋，在小姐屋后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坐下，不想也能隐约听到夫人与小姐在房中谈话。母亲，这小贱人能给哥哥当通房，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分，为何不能给他？好女儿，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，叶成文也看上南珠，明里暗里提过，让南珠陪嫁过去。叶成文是和沈从玉定下亲的定国公府世子，两家已交换过庚帖，只待明年开春完婚。啊！可恶！一个贱婢就想抢我夫君，看我不打死他！哎，好女儿，消消气。我们虽为国公府，到底底子大不如从前了，只担着个空名头。幸亏你大哥哥皇上的身份，人家才多看我们一眼。而如今定国公府手握军权，军功在身，风光无限，你爹爹呀，指着这门亲事光耀门楣。可我不甘心，这个贱婢她怎么配？这个贱婢她怎么配？唉，横竖他身边会有旁人，不是南珠就是外面的狐妹子。他叶成文只不过惦记一个丫头罢了，左右你嫁过去身子不便时，他身边需要人伺候，你若顺了他的意，他便能惦记你主母大娘子的好，把你捧在手心里疼着。南珠不过一个小丫头，总有吃腻的时候，待她厌烦了，南珠那打骂还不由你？女儿啊，顾全大局。死丫头，待日后用不上她，我定将她打死。好女儿，这样想才对。南珠听完只觉浑身发凉，悲痛不已。小姐竟然这样心狠手辣。南珠心神不宁往回走，经过小花园时，手臂一紧，被人拽了过去，捂住嘴往假山那边拖走。南珠，哎呀，我的好南珠，你若从了我，我保你在府中吃香喝辣。放开我！我以后是四小姐房中的陪嫁丫鬟，你休想碰我！好南珠，我早就喜欢你了。本来听说三少爷要你当通房，这我心灰意冷的。嘿嘿，哎呀，没想到夫人不答应。哎呀，心肝南珠啊，这就是上天给我的机会。哎，你从了我吧，我一定对你掏心掏肝的好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南珠慌张求救。仓皇间撞到了一堵肉墙，南珠被人扶住了胳膊，
才没有摔地上。莫怕。南珠如获大赦，紧紧攥住男人袖袍求救。大王爷救命！哎，南珠，哎呀，哎，我的好南珠。何人在此放肆？大爷。大爷！南珠诧异，不禁抬头打量，只看到后背，便觉得身形挺阔，甚至伟岸。原来他就是大爷沈彦白。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勇，胆敢无视府中规矩，欺负小丫头！小的没有，小的。大爷，李勇的心术不正，于行不轨，奴婢姐姐被他玷污清白，请大爷为奴婢做主。你含血喷人，明明是你主动勾引我。大爷，这南珠心术不正，仗着容貌好勾引我。请大爷明鉴，是他欺负奴婢，奴婢抵死不从才抓花了他的脸。若不是大爷出手相救，奴婢此刻已经投湖自尽，成了湖中一缕冤魂。我知道了。沈彦白嗓音沉稳，颇具威势正气，令人心安。你先起来。李勇刚站起来，被庄毅一脚踹倒。狗东西，爷没说你。南珠抹掉眼泪，捂着衣领站起来，奈何受了惊吓，腿上没有力气，还没站直便往前一摔，一头扎进男人腿间。他闭着眼看不清，慌乱间抱住了男人衣袍下紧实修长的腿，才没让自己滑倒。你打算抱多久？南珠脸红了又红，手忙脚乱，终于站稳了脚跟。谢谢大爷。南珠慌里慌张弄着衣服，奈何衣服被撕得不成样子，她急得要哭了，如春寒料峭中枝头乱颤的梅花。沈彦白收回目光，解下身上斗篷，盖住她纤细的身子。爷，不可！小厮云初阻止。爷大病初愈，正是要紧的时候，不可着凉了。你先披着。你去外面买一套合适的衣服，切勿惊扰旁人。是。奴婢谢谢大爷。起来吧。府中的规矩，李总管没有教你。爷，这个李勇不是第一次犯案，听说曾经也害了2个丫鬟投井自尽，是李总管求了老爷的话，才没重罚。哎，大爷饶命，小的再也不敢了。无规矩不成方圆，府中容不得有人为虎作伥。李总管年纪大了，放出府去。李勇胡作非为，再三犯案，罪不可恕，拖出去乱棍打死，勿要脏了园子。是。谢谢大爷为奴婢做主。起来吧。皎月当空，疏星零落。此刻园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南珠和沈彦白2个人。沈彦白走到石桌前坐下。我不是为了你，此人留下日后定惹出祸端，趁早铲除，以绝后患。大爷英明。你是哪个院子的？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叫南珠，是4小姐房中的。来府中多久了？奴婢10岁入府，已经6年了。之后再无话，一直等到庄毅和云初回来。这是我去罗长坊买的，之前府中定制了一批下人衣服，还剩下几套，和你身上这件一样的，不过尺寸可能略微大些，你将就着穿吧。南珠再次道谢。不知这件衣服多少钱，奴婢还给大爷。你这丫头真逗，这点小钱我们爷还不稀罕跟你讨，有这功夫还不如去外面谈生意挣得多。奴婢愚昧，让大爷见笑了。沈彦白见他3儿鼓鼓似抛鱼一样，甚是可爱。小事一桩，不必放在心上。你回去吧，这事儿你知我知，不必与谁提起。谢谢大爷。大爷回来了，大爷回来了。孙儿给祖母请安。燕哥儿，快来坐下。燕哥受苦了，
这次前往扬州多月，回来瘦了不少。听云初说你路上染了风寒，要不要紧啊？大夫怎么说的？祖母放心，只是着凉而已，并无大碍，如今已然痊愈。夜间风凉，你大病初愈穿的这样单薄，云初这厮只顾贪玩，粗手笨脚的，也不知道给你添件斗篷挡风。祖母莫怪，来的路上遇到一只落水的猫儿，孙儿见它可怜，将斗篷留在石洞里，给猫儿搭了窝。燕哥啊，还是小孩子心性，看到路边的猫啊狗啊就心软，保不齐啊还要带回来自个儿养着。燕少爷积善行德，必有大福。燕哥儿，你出门在外，身边连个婢女也没有，只有庄毅和云初俩小厮，怎么会照顾人呢？你这次回来，祖母替你张罗着，找合适的世家小姐姐相看一番，若是有中意的，早日拜堂成亲也好啊。出门行商多有不便，况且一去便是数月，无暇顾及家中，成亲的事暂且不急。这怎么行？你已经到了年岁，先成家再谈立业，不可本末倒置啊！你现在不成亲，难不成等我这老太婆入土了才肯？孙儿不孝，惹祖母伤心。在老太太这吃了茶和点心后，沈燕白回了自己的松云居。一路上，云初叽叽喳喳的。南珠就是我们花园中遇到的小丫头，果然是个惊天动地的小美人儿，就是笨了些。听说三少爷可喜欢她了，和夫人说了好几次要她当通房丫头，结果夫人没同意。你们猜怎么着？夫人准备要南珠给四小姐当陪嫁丫头。就四小姐那脾气，听说从来就不待见她，以后南珠可有苦头吃了。哎，你刚回京，怎么知道这么多？爷陪老夫人吃茶的时候，老夫人房中的姐姐拉着我聊天，南珠生得貌美，她的事在府中的下人这里不是秘密，自然闲聊的人也就多了。这么漂亮的小丫头，哎，可惜了。爷，你说南珠丫头是不是很好看？她那身上衣裳多少钱？没几个钱，爷不用给我。从我袋中拿3两银子出来。爷，这也太多了吧？云初该被您给宠坏了。赏罚分明，事情办得好，该赏。爷，您还没回答我呢，南珠丫头漂不漂亮？头挺硬。沈燕白捂着心口，心里却道：眉目如画，肌肤胜雪，如玉雕琢，却有祸国之责。头挺硬，这是什么夸人的新话术吗？南珠住的房间是多个人一起住的，5、6个丫头住一间。哎，我听说大爷回来了，有人看见他身边的小厮云初了。真的吗？大爷从扬州回来了？你这么高兴做什么？难不成他回来会收你当通房丫头？想想还不行吗？不过大爷年岁也不小了，迟迟没有娶妻是为什么？大爷是人中龙凤，才不会流连美色，这么肤浅。话是这么说，像大爷这样的端方君子，如果能当上他的通房丫头，伺候得好，说不定还能被抬为姨娘，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大爷还是纯阳之身嘞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大爷如今23了吧？怎么会没沾过女人身呢？是真是假，与你何干？难道你要去给大爷破金身？丫鬟们聊起天来也忒大胆，什么话都敢往外爆。等所有人都睡着后，南珠躺在床上，却再无睡意。当大爷的通房，如今府中大爷是最有威望的，不仅是皇上钦点的皇上，手中掌管着偌大家业，就连旁的几房长辈在大爷面前也要给几分薄面。当谁的通房不是通房，还不如当个有权有势的通房。
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可大爷那般人物，怎会要同房丫头？日升月落，次日沈燕白用完早膳，听庄毅来报：爷，老爷找您。知道了。柳氏一早就来告状。唉，李勇被打死，还将李管事赶出去，实在是过了些。毕竟是老爷的人，如此一来，那些下人都说这个沈府都是燕哥儿做主，连老爷都得听他的话。我是老子，他是儿子，我还管他不得？今天非得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账！哎呀，老爷消消气，您也别太计较。燕哥儿就是这脾气，眼里容不得沙子。您等会儿好好跟他说。你莫管。父亲，您找我。李守忠在府中做事多年，你打死他儿子李勇不与我说一声，还将他赶出府去。他是我的人，你手伸得未免太长。李勇仗势欺人，身负2条性命，死有余辜。李守忠助纣为虐，连儿子都管教不住，如何能替父亲办事？赶他出府也不冤枉。父亲，李勇的事儿，儿子是府外听说，说李守忠是得了父亲的宽恕，才没追究，还说父亲眼瞎心盲，沈府在父亲手中定然衰败。沈燕白见父亲面笔墨黑，继续胡说一通。我看呢，是那李守忠恃宠而骄，府中规矩是父亲所写，如何能容忍身边的人知错犯错？定是李守忠以跟随多年情谊相逼，令父亲心软，不忍心追责，才传此恶名。与其您进退两难，不如儿子替您做了决定，当这个恶人吧。沈归章这人生性傲慢，极为好面子，一双耳朵只听得好话。哼，李守忠确实年老糊涂，我念他跟随我多年，忠心耿耿，才心软饶恕，不想坏了府中名声。燕白，这事儿你做得不错。一旁柳氏干笑着，脸都要僵了。柳氏并非燕白生母，很不喜他。下午南珠在四小姐院子里打扫枯叶，听到路过的丫鬟窃窃私语：哎，你听说了吗？李总管今日一早被赶出府了，他儿子李勇也死了。怎么死的？怎么这么突然？听说啊，是得罪了大爷，大爷命人将他打死了。对，而且李总管是老爷身边的人，老爷竟一句话也没说，可见这府里啊，很快就是大爷当家做主了。南珠低着头，只觉得解气。没多久，四小姐身边的大丫鬟秀云来找她。秀云姐姐找我何事？哼，夫人找你问话。夫人有说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叫你去你就去，问这么多做什么？南珠放下手里的活儿，心怀忐忑地跟着秀云去了柳氏居住的兰院。奴婢见过夫人。跪下！夫人，奴婢愚昧，不知做错了什么惹夫人生气。你愚昧，我看你聪明得很。让你伺候四小姐，你倒好，想着法儿的勾引三少爷。奴婢没有，请夫人明鉴。掌嘴！柳氏身边的潘嬷嬷听了吩咐，走到南珠身前，抬手扇了南珠2巴掌。奴婢真的没有，冤枉夫人！奴婢真的没有，冤枉夫人！你当府里其他人是死的？桂儿、石榴他们都看见了。昨天你在路上和三少爷拉拉扯扯，仗着一张狐媚脸就去勾引主子，谁给你的狗胆？潘嬷嬷用力掐南珠的背。奴婢真的没有，三少爷身份尊贵，南珠万万不敢，夫人。贱婢，还敢嘴硬？脸还有用，别打坏了。叶成文看上南珠的脸，柳氏暂时不能动，但是其他地方只要看不到，他没什么可顾忌的。潘嬷嬷改成掐南珠，肩膀、胳膊几乎是往死里掐，南珠疼得直冒冷汗，
倒在地上挣扎。三少爷就是受了你的蛊惑，才跟夫人嚷嚷着讨你过去当通房。你一个下贱丫头，还敢妄想爬主子的床，活得不耐烦了。潘嬷嬷面目可憎，言语粗鄙，每次都是对南珠下死手。柳氏也不满意，立即吩咐人抓住南珠的手，用板子打手心。因为南珠她女儿还没出嫁就受到夫家这般侮辱，点名道姓要这个陪嫁丫头。柳氏决意狠狠教训南珠一番。叶世成他训不了，儿子他舍不得，一个贱婢还不能拿捏吗？外头好些丫鬟都在伸着脖子看戏。过几日府中设宴，云初受大少爷吩咐来给夫人送确定好的宾客名单，不成想看到一群丫鬟挤在门边偷懒。喂，你们在看什么呢？云初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大爷在松云居吗？听说他要设宴，需不需要我去帮忙呀？里面在做什么呀？夫人在打南珠呢，她一个小奴才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去勾引三少爷，妄想攀高枝。云初哥哥，你去哪儿啊？话还没说完，云初跑得没影了。南珠在挨打，他得赶紧回去告诉大少爷才行。我从不苛待下人，但若是有人不老实本分，带坏我儿，我定严惩不贷。不要以为三少爷脾气好，待你们和善，就敢动歪心思。下次再有人勾引三少爷，就不是今天这么容易过去的。掂量掂量，记得命硬不硬？其他人听了，大气不敢出。此时，门外有人匆匆跑过来，对柳氏道：“夫人，大少爷过来了，正在前厅等您。过几日府中设宴，要用到的碗筷全部交给南珠洗吧。”是，老奴一定盯紧他，少了一根筷子，定叫他好看。南珠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准备走人，被潘嬷嬷一把抓住头发。你去哪里？没听见夫人说让你去洗盘子吗？嬷嬷，我手在流血，我先去处理一下。贱婢，你以为自个儿是千金小姐，是不是还得我亲自背你回去啊？磨蹭什么？赶紧去给我洗盘子！燕白，早上在你父亲那没来得及说几句话，你又刚回来，还想去看你呢，都怪这下面的丫头不懂事，耽误我事情。瞧你回来瘦了不少，一路上肯定是很辛苦吧？夫人打理府中上下，不比我在外面轻松。设宴宾客名单让你小厮送过来就行，哪里用得着你亲自跑一趟呀？既是为我接风洗尘，不好劳烦夫人操心劳累。从预定了亲，想必他的婚事夫人得亲力亲为，诸多操劳。这次设宴的事儿，我自己着手安排就好。柳氏大惊，他一个大男人哪里会安排这些？况且他竟会为他考虑，怪在难不成他知道他在里面克扣银钱？柳氏这回可急了。哎呀，不碍事，设宴之事繁琐，你生意又忙，哪里有功夫管这些？还是我来吧。就这么安排，夫人不必再说。好，那就依你的意思。哼，夫人说了，明天早上这些盘子必须洗完。你要是洗不完，板子伺候。我嬷嬷，这水太烫了。不烫你洗得干净吗？还磨蹭什么？赶紧去洗。南珠的手刚挨完板子，还在冒血，让他用开水洗碗，分明是想折磨死他。我不洗！哎，死丫头，你说什么？南珠破罐子破摔。你们想让我当小姐陪嫁，说是我的手坏了，岳世子定然要问起，我就说是你害我。岳世子既然看上我，定然会为我做主。你这个贱婢，胆子肥了是吧？敢威胁我？夫人说我这张脸还有用，你要是打我，我就划了自己的脸，去世子面前诉苦，说是你们打的。
到时候四小姐婚事出了岔子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南珠居然敢当面叫板，关键是他的脸还真的不能出岔子。你给我等着，我去告诉夫人，让她给你好果子吃。手中的棍子往旁边一扔，只听哎呦一声，接着是哐当一下，瓷器落地碎裂。好你个瞎眼的潘嬷嬷，砸坏了大爷的玉瓷！哎呀，这是……这可是爷在扬州花了20两银子买下的，就这样被你糟践了。你给我等着，我这就回去告诉爷。哎呦，云初小哥，你别急啊！你看我一个老婆子，没什么钱，这里面有1两。云初小哥，能不能帮忙在大少爷跟前说几句好话？你个老刁婆，砸坏了东西还想占便宜，1两就想接过去，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我要告诉大爷，让你罪加一等。哎呦，小哥，求你给条活路吧！我上有老下有小，玉瓷这么金贵，大爷知道了肯定要把我赶出府的。哎呦，一家子还等着我糊口啊！我家婆婆瘫痪在床，公公也靠药续命。我要是被赶出去，这一家子没有活路了呀！云初心中冷哼，这老刁婆，婆婆和公公分明已经死了，当她是傻子呢。云初眼珠子一转，若有所思的样子。没想到你这么可怜，我可以替你美言几句，也有好法子救你。小哥请说。本来大爷想花钱重新买些盘子，不过我看这些盘子挺好的，你赶紧洗了洗，将功补过，省下了这些钱，我明天一早来验收。这么多盘子，我一个人怎么洗得完啊？洗不完可以啊，我去禀告大爷。洗得完。你这老婆子，老奸巨猾，我在这儿盯着你洗。你这个小丫头吧，我们轮流看守吧。她要是敢偷奸耍滑，只管告诉我，我去禀报大爷治她。南珠憋笑着，是1两就1两吧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去洗呀！这水太烫了，我去倒点冷水。水不烫怎么洗得干净？就是要烫水洗出来的才像新的。潘嬷嬷一时有苦难言，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心中多少有些不高兴。我好歹是夫人身边的老嬷嬷，云初小哥未免太跋扈了。我们爷和夫人说了，设宴的一切事务由他来安排，如今给了我权力，专门收拾你们这些仗着自己年纪大偷奸耍滑的老刁婆。你若不服安排，我们只管去大爷那儿一说分明，你打碎了大爷心爱的玉瓷，既是老夫人身边的老嬷嬷，看夫人会不会替你还这笔账。潘嬷嬷一听，立即麻溜的去洗碗了。夫人那么小气，怎么舍得拿出20两？不打死她算好的了。只是水太烫，潘嬷嬷一边洗一边嚷嚷。云初走到南珠身边，装模作样问道：你叫什么名字？哪个院子里的？奴婢叫南珠，是4小姐院里的。大爷要设宴，他院子里正缺人手，你这丫头看起来机灵，先去大爷院里帮忙。奴婢还有许多活没干完，4小姐那边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大爷一句话的事儿。他递给南珠一个腰牌。你去大爷的松云居找他，你就说我在盯着潘嬷嬷洗盘子，他身边要人伺候，你代替我帮个忙。是。不过他指着地上碎裂的玉瓷，小声问他：这个怎么办？几10文钱的小玩意儿罢了，这老刁婆不识货，榆木当珍珠，竟赚了他不少嘞。等我回去一起分赃啊。云初竟这样机智。云初，谢谢你。
不客气不客气，我跟着大爷身边学的。你不知道，大爷心才黑嘞，坑的人哭爹喊娘的。南珠拿着腰牌给看门小厮看。我是四小姐院中的南珠，是大爷身边的云初让我来的。南珠姑娘，你进来吧，大爷在会客，我带你去等他。秋日金桂香，冬时梅花俏，四季景致分明。南珠被带到一间宽敞空室，小厮指了指旁边的屏风，低声道：爷暂时没空，你且在这等他出来吧。好的。小厮走后，南珠站在屋里不敢乱看乱动，只是房间里静悄悄的，隐隐能听到屏风后大爷说话的声音。我是个商人，你想让我帮你，自然得拿出点什么交换。燕少爷，我也实在无路可走，若是能拿得出什么，也不会来找您。若是人人有难都找我通融，我也不用做生意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我是商人，万事只看重一个利字，若是换取不到任何价值，我为何费力帮你？声音越来越清晰，字句分明。南珠听了耳朵发烫，强行转移注意力，不敢再听。不知站了多久，他身上实在酸疼，只好走到门边的石阶坐下休息，不知不觉竟睡了过去。迷迷糊糊间，他感觉到手心凉飕飕的，睁开眼便看到一位眼生的嬷嬷在给他的手涂药。姑娘别动，还没涂完呢，脸上这么好看，手却废了就可惜了。这药呀，是我们爷让人送来的，治伤去疤，10天半个月准能让你的手滑嫩嫩的。谢谢嬷嬷。我是爷身边的惠嬷嬷，叫我惠嬷嬷就好了。这几日啊，千万不要碰水啊。身后的书房里，沈燕白在书案前看书。南珠放轻脚步走进去，跪在地上。奴婢南珠，谢爷救命之恩。起来吧，这几日你就在松云居做事，夫人那儿我传了话过去，你不必担心。是。南珠站起来后迟迟未动，眉眼揪作一团，似有话要说。南珠只是想起他来时听到沈燕白与人交谈的话，确实平白无故，爷为何要这样帮他呢？想来想去，南珠最终下定决心，她死咬着唇，强忍着羞涩与泪意，颤着指尖解开腰间丝带，腰带掉落，很快衣裳散开。爷，奴婢知道自己身份卑微，帮爷救了一条性命，奴婢无以为报，可爷不嫌弃奴婢。后面的话，南珠哭着再也说不出来。南珠万念俱灰，爷没有理由白白帮他，他也没有东西能够回报，只有自己的身子尚有些价值。不到万不得已，南珠不想走到这一步，不想当谁的通房。沈燕白竟没想到南珠是要现身。我救你，并没想让你以身相报。早晨柳夫人生我的气，你受罚是我的牵连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沈燕白伸出手要拉他起来。平静在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七叶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。在平地树根里放天朝的飘逸。沈燕白捡起地上的衣服，正要给南珠盖上，云初那毛手毛脚的小厮突然冲进来。爷，我回来了。沈燕白眼疾手快扣住南珠纤腰，将她按入怀中，用袖袍挡住她裸背，旋过身去，随手拿起桌上的毛笔砸向门外。出去！笔筒砸在脚边，云初吓得立马转过身去，
他只看到爷脱了南珠的衣服，而南珠光着身子被爷按在怀里。云初没想到出去，笔筒砸在脚边，云初吓得立马转过身去。他只看到爷脱了南珠的衣服，而南珠光着身子被爷按在怀里。云初没想到爷下手这么快，吓得立马转身跑了出去，心中一个劲儿默念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，爷在非礼那珠，爷在非礼那珠。不对呀，南珠身上还有伤，爷居然这都忍不住。南珠猫儿似的靠在沈燕白怀中，曲线玲珑的身子紧紧贴着他，不住颤抖。这小婢女惹得他邪火横冲直撞。直记着，你现在送云居和惠嬷嬷住一起，让她给你上药。是。院子里，你做什么？慌慌张张的。给我5两银子。有病！当初说好的，如果爷对南珠有意思的话，你给我5两；如果没有，我给你10两。这是昨晚救下南珠后，云初和庄毅打的赌。你这小厮满嘴胡言，休想坑我银子！我都看到了，爷跟南珠在书房里可亲热了。你输了，快给我银子！你这破猴，带我去叫你的老相好来看看你这泼皮样，看他还理不理你。你给我等着，等南珠当了爷的通房丫头，你就得给我10两银子。哈，娘，你今日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啊？潘嬷嬷将云初的事告诉桂儿。哼，我今天跟他说话都不理我，既然帮着南珠，他莫非也看上了南珠？云初看上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三少爷和大爷。三少爷那儿你就别想了，夫人是绝对不允许我们这些下人接近他的，南珠就是下场。如今只有大爷那儿还空着，桂儿啊，你得加把劲儿，若入了大爷的眼，将来何愁吃喝啊？唉，大爷平日里只在松云居，我进都进不去。原本想和云初打好关系，好带我去大爷那儿露个脸，如今看来又要被南珠那贱人捷足先登了。潘嬷嬷一心想让女儿攀个高枝，你怎么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？大爷再怎么样也是男人，是男人就不能没有女人，你动点脑子想想办法。我要是长南珠那样，早就过上好日子了。都是你和爹把我生成这样，如今还在赖我。桂儿哼一声，扭着腰走了。沈燕白此番设宴，一切从简，名单上只邀请了自己几个好友过来。他惯来喜静，松云居人手不够，不光要了南珠一个丫鬟，还从其他院子里多要了几个机灵的。南珠身上有伤，惠嬷嬷没让她做太多事情，只在沈燕白身边伺候。南珠原本不大情愿，我做粗活惯了，还是让我去外面干活吧。我笨手笨脚的，别惹得爷生气。你不必紧张，我能让你去，自然是爷点过头的。爷平日里啊，没有别的爱好，就喜看书写字，有空呢就练练拳脚。你只是看着做就行。在这个公府里啊，没有比爷更好伺候的主子了。厨房里啊，有给爷煎的药，你等会儿呢就给爷送过去。惠嬷嬷这样说，南珠不好再拒绝。南珠去厨房端了热气腾腾的药去沈燕白屋里。南珠先敲了敲门。是谁？是南珠，来给爷送药。进来。南珠将药摆放在小炕机上，一时愣住。糟糕，他忘记带汤瓢了。爷，我去厨房拿食具来。无妨，我便这么喝吧。端起碗，刺鼻的药味扑面而来。手怎么样了？
谢谢叶瓜西，已经好多了。墨玉，是。南珠替我除衣。忙不迭跑过去替沈燕白脱衣服，他双手落在男人腰带上，琢磨着该怎么脱下来。南珠脑袋埋在沈燕白胸前，琢磨了好久，都没解下来，急得脑门出汗。沈燕白目光落到身前这颗毛茸茸的脑袋上，这小丫头在他腰间摸来撞去，胆怯又生猛。还没好吗？爷，奴婢不会。我教你。南珠看他示范了一遍，腰带轻而易举取了下来。学会了？南珠回忆着步骤，点点头。明早你替我穿衣。是。只愿掠过柳梢头，青石巷口人如流。谁家姑娘言笑走，发间残花轻轻抖。三月回呀三月回。手落在他裤腰上，突然想起来上次撞到爷时，爷腿间藏了玉佩，硬邦邦的，不知这回有没有藏。南珠想伸手想探一探，来到记忆中处，手一扫，好像确实有个物实在腿边。南珠想替爷取下来，手又往那边摸过去，果然抓到了，玉佩还热乎着。这只手实在胆大包天。做什么？爷身上的玉佩没摘下来。什么玉佩？这个。你怎知是玉佩？上次在花园，奴婢磕到了，爷藏得如此隐蔽，想来是极珍贵的。确实珍贵。奴婢给爷取下来。终于给沈燕白脱了中裤，不过只剩一条亵裤了。南珠依旧没看到玉佩，脑子里胡思乱想，脸又热了起来。不过玉佩样子倒是越来越清晰了，这么大的玉佩藏在亵裤里，爷走路不怕磨脚吗？不是要帮我取玉佩？南珠咬咬牙，伸着手去解亵裤，简直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胆大包天。我自己来。是。他退到沈燕白身后，背过身，耐不住心中实在好奇，又忍不住偷看是什么样的玉佩值得爷这样小心藏着。沈燕白除去亵裤，没想到身后的丫头会偷看，一条腿刚跨入桶中，身后传来南珠一声尖叫。他回过头，只看得见南珠惊慌失措的背影跑了出去。南珠羞愤欲死，那个居然不是玉佩，那是爷的。他还抓了。一路上慌慌张张，南珠撞到了人。南珠，你怎么了？爷在房里吗？爷在沐浴。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爷欺负你了？没有，我只是有点不舒服。爷那边劳烦你替我一下。说完，南珠头也不回地跑了。爷，是否要添水啊？抬几桶冷水进来。爷大病初愈，还是谨慎些好。哎，叫你去你就去。这个澡洗了足有1个时辰，依然心火难消。爷是不是不舒服？无碍。南珠呢？南珠说不舒服，我来的时候遇到她，脸红的跟桃儿似的。我就问她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是不是爷欺负你了？她摇头说不是，说是有些不舒服，让我替她伺候您。可我瞧她脸红成那样，嗓子也软软的，不像没事的样子呀。云初这厮满脑子歪主意，一口气说这么多，就是想打听些什么。乔叶不说话，云初又道：南珠不愧是个小美人儿，爷没瞧见她的样子，
脸红红的，眼儿含水，像一朵雨中飘零的白梨花，美极了。难怪三少爷绝食也要她。他还撞到了我，终于知道爷为什么说他头挺硬了，果真撞得我可疼了。南珠来了松云居后，好些小厮趴着门偷看他干活嘞。话还没说完，脑门被沈燕白敲了一记。你去跟他说，这2日好好养伤，我这儿不用伺候。听说南珠被要到松云居做事后，沈从茂急得团团转，生怕他被沈燕白惦记上，为此和他母亲大吵了一架。那么多婢女，大哥哥不挑，为何单单挑了南珠？你大哥哥眼光高着，哪看得上一个奴婢？你再吵被你父亲知道了，有你好果子吃。大哥哥再怎么着也是男人，他若是看上了南珠，我怎么办？我哪还抢得过他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南珠，你给我把她要回来。南珠整天就知道南珠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母亲，你去跟大哥哥说一声，把南珠要回来吧。若他不喜欢南珠，怎会拒绝你？求你了，母亲。我告诉你，南珠你想也别想，他已经被叶世成定了。今日沈燕白受邀赴宴，云初伺候更衣，出门前嘀咕：爷，南珠这几日好似躲着我，像耗子看到猫似的，见到就跑。庄毅毫不客气地损他：那还不是你成日里不务正业，贼眉鼠眼的，不知要打听什么。我哪有，明明是爷让南珠伺候的。那晚之后，却有好几日不见南珠。他这几日在忙什么？院子里在为爷设宴做修缮，南珠在那帮忙。手还没好就去干活。跟惠嬷嬷说一声，别让他做粗活。是。云初答完朝庄毅挤眉弄眼：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爷就是对南珠有意思。可恶，又输了。沈燕白行至松云居门口，小厮见了他匆匆来报：爷，三少爷在院外转悠半个时辰了。知道了。门外，沈从茂一直观察松云居院内动向。不在房中读书，来这儿晃悠什么？沈从茂听见沈燕白声音就发抖，如同小鬼见阎王。大哥哥，我是来问问你，设宴之事安排的怎么样了？要不要我帮忙？哼，你倒是挺闲。大哥哥为家里四处奔波劳累，做弟弟的应当为哥哥分忧解难。既如此，我便不好辜负你一番好意。我在城外买了一处荒废的庄子，你既有心，就去帮我去盯着他们除草修缮。沈从茂不过找借口想进去找南珠罢了，哪里真要帮忙？是啊。下午便动身，我派马车送你过去。是啊。沈从茂走后，云初只管捂着嘴儿笑。爷买的那庄子杂草长得2丈高，到处都是破砖烂瓦。三少爷这一去，恐怕得有1-2个月，可有苦头吃了。出了府门，外头马车已经备好。马车后面嘻嘻哈哈跑出一个孩童，对着马车喊道：爷爷买卖投四海，谁以虚荣尽无疆。孩童嗓音稚嫩而又洪亮，掏出几把碎银撒在地上：拿去买糖吃。谢谢爷爷。孩童很快捡个干净，一边喊一边跳着往闹市走去。爷爷买卖通四海，谁以虚荣尽无疆。财源广进福泽厚，早日抱到美娇娘。沈燕白微笑着撩帘进车厢，云初和庄毅坐在外面偷笑。如今整个京城百姓都在等，这位财大气粗的沈燕白什么时候成亲？户部尚书严正清在家中为沈燕白设宴。此番找你前来，
还有一事。大人请说。严大人招手，角落一男子向前来。这是太子妃一位表亲，10年寒窗苦读，科举数次落榜，每日在家郁郁寡欢。太子觉着与其在家荒唐度日，不如找些事情做，打发时间也好。只因沾亲带故，去官府做事，恐落人口实，不如在你名下的铺子里找个跑腿的活吧。沈彦白打量那人，一对吊眼梢子，黑少白多，腮骨突出，竟是一脸奸相。既是太子相托，彦白定不负所望。严大人见他爽快答应，乐呵呵地敬他一杯。沈彦白嫌杯子小不够尽兴，叫人换成碗，几碗下肚，很快酩酊大醉。身边美娇娘孤零零的，备受冷落。严大人本还有事与他说，见他醉倒，只能罢了。傍晚时分，南珠在吗？南珠上前开门，眸子忽闪。云初，有什么事吗？爷吃醉酒了，很不舒服。我和庄毅粗手笨脚的，照顾不好爷，你去看看吧。他看起来很急，南珠顾不得许多，和他一起去了沈彦白屋子。爷怎么喝成这样？爷今日赴宴，桌上的酒甚烈，叫什么一碗醉，爷喝了不少，醉在席上。幸亏爷早有准备，叫我们找借口带他出来，否则就要被那女人占了便宜去。南珠不再说话，只沉默着给沈彦白擦手。瞧着屋内无需太多人手，云初拉着庄毅退出去。一字一句一笔一画一勾一勒一笔带过相思又眠，一心一意一朝一夕一生一世一笑而过相爷，放开我！南珠慌张失措。你是何人？奴婢是南珠，爷吃醉酒了。南珠，我的玉佩呢？什么玉佩？爷醉了，快松开我！沈彦白皱眉，松了南珠，在身上胡乱找着什么。我找玉佩。玉佩收起来了，爷快穿上衣服吧。沈彦白醉得听不进话，此时的脑子一根筋，只管扯开裤带要找什么。终于再次看见玉佩全貌，南珠整个人都石化了。她欲哭无泪，眼睛不知道往哪儿放才好。沈彦白摸索一通，什么也没找到，让南珠帮他穿好裤子。南珠咬着牙，全程手抖，一件件帮他捡起来穿上，最后终于哄着沈彦白上了床。沈彦白一觉睡到天亮，醒来后头疼欲裂。昨晚一切都不记得。云初在门外听到动静，端了热水进来伺候。爷昨晚醉得厉害，可把南珠累坏了。他昨晚来了？爷不记得了，昨晚南珠照顾了很久才出来。云初又开始滔滔不绝。昨晚我在外面院子里困得打盹儿，见他迟迟没有出来，以为他要歇在屋里，想着要不要提醒他，他可以回去休息。结果他就出来了，我看他满头大汗，脸蛋红红，很累的样子，就问他爷是不是睡下了，他说是，什么都没跟我说就走了，还垂头丧气的。然后我又进门，就看到爷躺在床上，盖着被子，睡得可沉了。沈彦白完全没有印象。喝酒误事，不知昨晚有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。爷好久没有这么醉过了。这趟鸿门宴，严大人与太子都在打我荷包主意，我若不喝醉，还不知道要安插多少吸血虫给我。那个人也准备安排到哪儿去？他是太子的人，想必早已谋划好，问他想去哪儿便去哪儿。我倒是要看看
这人怎么带着雪花银暗度陈仓？惠嬷嬷这时送来醒酒汤。爷昨晚醉得好厉害，怎么也不肯喝汤，还打翻了。沈燕白端起碗，调羹舀起一勺，浅尝了一口，只觉味道不错，又直接端着碗几口喝完。今日这汤味道似乎更清甜。瞒不过爷，这是南珠熬的，加了几片梨，说可以降火。他呢？明天呀就要摆宴了，厨房有的忙呢，南珠在后厨帮忙。忙碌了一下午，南珠见厨房还剩下一些羊奶，心思一动，有了主意。云初，云初！南珠打听到云初在指挥下人们收拾园子，端着盖碗去找他。南珠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昨晚看见你没啥精神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你今天熬的醒酒汤很好喝，也喝了2碗嘞。他一开口就说这许多，南珠只回答他前面一句：我煮了奶茶，你尝尝。什么是奶茶呀？这是用牛奶、羊奶和茶叶熬成的，很甜。你上次帮我教训潘嬷嬷，分了我钱，还没来得及谢你呢。嗨，小事一桩，不必挂怀。不过这奶茶可真香，你专门给我做的吗？特意感谢你的。云初眼珠一转，将碗盖合上，一整个抱在怀里。谢谢啦，不过这里没有小碗，我带回去喝。云初抱着盖碗去找沈燕白，路上被庄毅抓住。嘿，你鬼鬼祟祟抱着什么？好东西，你别管。哼，你这厮又耍什么花样？我去找爷，爷在书房吗？书房有贵客，让我在外面守着。那我在这里等着爷。我们猜测不错，安亲王却与太子暗中往来。安亲王是当今圣上的第9个兄弟，因为犯了错，先皇令他在封地永世不得入京。本王就知道，我那个九皇叔他是不会安分的。太子身边新得一良弟，此人是安亲王身边高手陈蒙的同门师妹。你上次在宫中中毒一事，想必与他脱不了干系。怪不得怎么也查不到线索。那陈蒙功夫了得，他同门师妹功夫定然也不差。你在宫中万事小心。两人聊完这些，又谈及私事。来的路上听到了一些趣事。看你这模样，定是出自我府中的事。本王走在街上，听得外边的糕点铺掌柜与人谈乐，说有日他吃了几口酒，一婢女打扮的姑娘去他店里买荷花糕，虽然还用帕子遮住了脸，可嗓音清甜，叫人耳朵听了能开出花来。待他收了银子，恰巧来了阵风，将那姑娘的帕子给吹跑了。那掌柜的一看，好一个天仙下凡呢！他一路跟随，你猜怎么着？那天仙竟然去了你府中。他与人说时，旁人还不信，只道他是吃酒吃糊涂了，净说瞎话。沈燕白听他说着，只默默饮茶，心里明镜似的。那掌柜的定是瞧见了南珠，果真是一祸水丫头。哎呀，本来本王也不信，来的路上听到你府中丫鬟窃窃私语，说你那位三弟弟为了一个丫头不吃不喝，好像是一个叫什么南珠的。哈，名儿倒是好听，不知你可听过？风言风语皆没根据，你竟也信这些？哎呀，你这人20几年不开荤，心里除了银子就没有女人，自然不关心这些，没什么风情。你的话呀不作数，索性本王轻功了得，藏在你府中，定要找出这仙女来。堂堂四皇子，竟做些偷鸡摸狗之事，你好意思啊？哈，怎么不好意思？真若有如此美貌的女子，本王定要一饱眼福。你啊，还是回你的王爷府，莫要在我府中被人瞧见，徒生祸端。好你个沈灵芝，本王记你一笔。说罢，萧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爷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南珠做的奶茶，
他特地为你熬的，可香了。不过这会儿已经凉了。他给我熬的？云初见谎言被拆穿，只好实话实说。他说是为了感谢我，给我的谢礼。不过爷放心，我一口都没喝，特意给您留着呢。沈燕白眯眸，目光微亮。大事不妙，爷怕是恨上我了。夜，惠嬷嬷忙完回房，瞧见南珠在刺绣，她走过去，从篮子里拿出一个看。南珠姑娘，你的手艺竟然这样巧，这锦鲤简直像活的要跳出来一样，这怎么绣的？只要在边上多绣一层暗色线，深浅过渡，瞧起来就像是活的啦。啊，实在厉害。嬷嬷喜欢，我有空也给您绣个荷包。她自己绣的这些要拿出去卖的，攒够银子赎身。手艺这么巧，若是在外面开铺子，生意一定红火。这不光是刺绣，你白日里熬的奶茶，我老婆子第一次喝，我到现在还念着那个味道。待我日后出了府，确实有去外面做生意的打算，不至于再去卖苦力。只是他现在首要的是赶紧攒够银子赎身。他这些年有些积蓄，如果在小姐出阁前多卖些绣品，也是能够的。南珠姑娘有志气，你跟在爷身边啊，也能学到许多。我只是暂时过来帮忙几日罢了。实验仪式完了，还要回四小姐那边。只怕银子够了，四小姐不肯放他走。惠嬷嬷对南珠的事也有所耳闻，只觉得实在可惜了南珠。南珠啊，你觉得爷怎么样？爷宅心仁厚，如菩萨般慈悲，是个好人。只是酒品差了些。爷呀，他洁身自好，身边从来没有过女人。我瞧爷对你也是极好的，今日爷没有传晚膳，你瞧怎么着，竟然把你熬的奶茶都喝了。爷喝了我熬的奶茶，他怎么会有？不是你熬的吗？南珠想说不是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定是云初给爷的。是夜，沈燕白五妇再次打开房门，云初一直守在外头，连忙向前搀他，目露担忧。爷，都怪我忘了提醒你，奶茶里头有羊奶，您喝不得。哎呀，送之前你没想起来？那会儿满脑子都是想着这是南珠做的，要给您尝尝，就没想起来这些。飞鸽传信，明日宴席延迟。是。昨夜南珠知道云初将她的奶茶端给沈燕白后，心中忐忑不安。沈燕白毕竟是松云居的主人，他给他身边的人做了吃的，却没给他做，不太妥当。于是又一大早起来去厨房做早膳。门口遇到云初。爷用完早膳了吗？沈燕白不准将昨晚事宣扬出去。云初忍住没告诉南珠，心虚的摇摇头。爷没胃口，在书房里办公。南珠敲了门，得到允许后端着盘子进去。爷，您前日里醉酒伤胃，我给您熬了银耳汤。今日送来是不是迟了些？昨天忙忘了。知他是心虚，沈燕白没拆穿他，先尝了一口，吃出不对劲来。是什么做的？是羊奶和银耳，奴婢还放了红枣。沈燕白眉心狠狠一跳，捂着嘴咳了起来，模样甚是惨烈。爷是不是呛到了？沈燕白瞧他，俏眉紧锁，目露担忧，不想他竟如此关心他。他心神荡漾，可惜胃里又翻江倒海。他握拳忍痛，告诉他实情。我不能喝羊奶。啊！爷昨晚不是还喝了奶茶？昨夜有哪里不适吗？沈燕白嘴硬。只是腹痛。现在痛吗？沈燕白与他那双圆眼睛一对，嗅他温柔香，比任何药都好使。南珠见他只看着自己，
也不说话，真的十分害怕。爷这是怎么了？不会吃傻了吧？没什么，只是有点疼。要不传大夫过来瞧瞧吧？怎么哭了？爷身子艰困，是坏了身体才落了病，我就死翘翘了。我好端端的，你怎么抽我？哎呀，怪我前日喝酒伤胃，这才严重些。你若不放心啊，扶我去软榻歇歇。他拿出一本书递给他，你守在一旁给我念书吧。南珠吸着鼻子接过来翻看几页，心里想着怎么让爷换个陪法，却听沈燕白轻咳几声，提醒他拿到了。爷为难人，我不认得字。我睡觉，你随便做什么。南珠欣然接受，正好他可以做些私活。南珠，兰花和南珠一样，是做粗活的小丫头，因为不够机灵，也经常被夫人院里的大丫鬟欺负。这一批已经做好了，篮子里有各种绣品、云肩、手帕、腰带等。兰花负责卖和接活，南珠负责刺绣。南珠，我马上可以回家了。你哥哥来数你了。我娘说哥哥在扬州受人看重，当上了药铺的掌柜，很快就会把我赎出去，让我再耐心等1个月。兰花，你家人待你真好，等你出去了，就可以和家人去扬州团聚了。我同哥哥说了，等我出去后，再攒钱把你也赎出去，我们一起去扬州开铺子赚钱。我们一定会自由的，去扬州赚好多钱，自己买宅子当家做主。南珠，这里面有我攒的钱，如今我就要离开这里，用不上，我送给你吧。钱怎么会用不上呢？你自己留着吧，除了费用钱的地方多。你收下吧，我们把钱收在一起，等我和哥哥再挣钱，这样你就可以快些出府了，赚了钱你再还我。今日松云居设宴，来往皆是男子。听惠嬷嬷说你绣功了得，就在我屋中替我做件锦衣吧。南珠知道沈燕白良苦用意，她容貌惹眼，外面人多眼杂，恐怕生出事端。谢谢爷，我给爷量身。可要用笔墨？奴婢记得的。燕白扬州一去便是半年之久，让我们好等，今日一聚，定要不醉不归。齐一堂举杯附和。我可是放下手里的生意，特地赶过来。燕白，不可掺水糊弄我等，叫我发现，罚酒一坛。沈燕白端起一杯，一饮而尽。难得一聚，今日陪你们喝个痛快。吉兄醉醺醺的回去，怕是要被家里的母老虎家法伺候了吧？你这厮知道什么？打是疼，骂是爱，家里娘子知冷知热，我在外面做生意，才得风生水起。众人哈哈大笑，纷纷附和。燕白身边不见红颜知己，也只管谈生意，男人久没发泄，终究伤身呐。是啊，炕上有女人才暖和。你看齐一堂被媳妇打板子也倒是快活。沈燕白笑而不语，想起藏在屋中的美人花，又痛痛快快饮了几杯。来，干！今朝有酒今朝醉。南珠听到外面吵吵嚷嚷，放下针线去开门，见沈燕白被云初和庄毅抬进来，放在床上。辛苦南珠伺候爷了。只留下这一句便跑了。
爷怎么又喝醉了？床上，沈燕白一动未动，南珠去打了水替他擦脸。沈燕白不配合，只觉得热，摸索着腰带要脱衣。南珠吓得赶紧按住他的手。爷身上没有玉佩，不要再脱了。玉佩。爷，求你了，不要再脱了，你身上没有玉佩，再脱我不给你穿衣了，让云初进来，看你脱个精光。说罢，南珠重重打了下沈燕白的手，啪的一声响，脆脆的，心里十分解气。幸好沈燕白不再乱动了，他头脑昏沉，眼睛睁开一条缝来，隐约看到了南珠。落入变幻莫测旋转，永远沉醉在你眼眸，有爱的就在你的爷快松开，奴婢还会给爷更衣。松开。你的感受，你把你的美梦装进我的胸口，别再想逃走，就跟这一切在深海见爷，南珠尝到了爷嘴中的烈酒，脑子也开始昏沉沉。男人手掌滚烫，在他身上流连。爷，不要！腰带被轻而易举扯开，衣裳不堪一击。沈燕白做了梦，梦到南珠那天在他书房现身，那次他真的要了他，他却哭得伤心，梨花泪打湿了枕头。醒来后已经是第二日晌午。我的爷，您可算是醒了。倒水来。爷，可有哪里不适？头疼。爷接连2次醉酒，实在伤身，日后可不能这样了。1、2次无妨。他穿上鞋，接过云初递过来的衣袍穿上。南珠呢？南珠走了。昨夜南珠照顾得好晚才出来，今日一大早就回四小姐那儿了。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我说爷还没醒，等爷醒了，您允许了再走。可他说四小姐院里活也多，急着回去，我拦也拦不住。沈燕白找着什么？只见床单干干净净。爷放心，床单被褥已经换过了。您昨晚吐了，我和南珠收拾了好久。沈燕白揉着头，他竟一丝也不记得昨晚的梦，虚虚实实，手心还残留着软鱼触感。他方才竟觉得这个荒唐梦是真的。他昨夜还好吧？昨晚我在外面守着，过了许久，南珠开门找我帮忙，说爷吐了。我进去一看，爷的床都脏了，南珠的衣服也被爷弄脏了。我和南珠费了好大力气，才给爷换了床单和被褥。后来我让南珠先回去休息，叫人抬水进来给爷擦了身子。沈燕白盯着那床单，目光沉沉。四小姐说了，你在大爷那边待了那么久，院子里的衣服都没人洗，这些都是这几日攒下来的。你快洗完了送过去。南珠料想到回来必定会被为难一番，只是不用挨打就好。是。正洗着衣服，云初突然过来了。云初，你怎么来了？南珠心头颤颤，难道是爷想起昨夜的事了？四小姐怎么这样啊？这么多衣服叫你一个人洗啊？云初心想等会儿要和爷说才行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爷说你这些日子在松云君帮忙辛苦，有赏钱，叫你去领赏了。大家都有好多钱呢。钱？南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钱了，哪怕他此刻并不想面对沈燕白。去到松云居，这些日子来松云的丫鬟站成一排，等着账房先生喊名字去领赏。南珠静下心等待，终于喊到他的名字。你就是南珠？南珠满心都是3两银子，差点没忍住笑出来。是。这是你的，拿着吧。南珠双手接过来，刚摸上去，发现不对。是不是给错了？账房先生明知故问。是吗？我再对一下。侍女南珠特赐10两。没有错，这是爷亲自写的，
错了也是爷写错了，你去找爷吧，我只管发钱。40两也太多了。南珠心想，错了就错了，将错就错吧。可先生都这么说了，他不去找爷未免太暴露他心思了。南珠真想打自己的嘴。沈燕白今日要出门赴宴，回廊上正巧遇到南珠，两人遥遥对视，皆没有要先开口的意思，倒是庄毅先喊了南珠一声：南珠，你来找爷。是。沈燕白让庄毅去门口等他，待庄毅脚步远去，抬步往南珠身边走去。爷，您特赐了我10两。云初说呀，我醉酒那2日你服侍很辛苦，多赏是你应得的。爷醉酒什么都不记得，以后莫要再喝这么多了，小心被人坑了钱财。沈燕白不由得想起那个梦，他试探问：我昨夜可有说什么胡话？南珠心道：你咬了我的嘴儿，脱了我衣裳，在我肩头咬了一口，险些夺了我清白，还吐了我一身。爷醉得厉害，只是吐了我一身，并未说什么。我日后定不会再喝这么多。我那件锦衣待你做完，依旧有赏。谢谢爷。竟是个小财迷，什么心思都明明白白写在脸上。云初说，你在四小姐院中并不好过，你若是不想留在那儿，可愿意来我这儿？来松云居伺候他，那不是羊落虎口吗？爷如此抬爱，奴婢感激不尽。四小姐那儿没什么不好，奴婢已经习惯了。来了爷这儿，粗手笨脚反而做不好。我知道了，待你做好锦衣送来即可。是。妹妹，你也不想南珠跟你去定国公府分了你的宠吧？不如你将她送给我呀。哎呀，不行，叶世成要定了他，你别想了，也别再烦我了。这里是后院，你赶紧离开，万一大哥哥知道你偷偷跑回来，定饶不了你。妹妹，你怎么这么死心眼？南珠那么美的容貌，妹夫会轻易腻了她，恐怕得宠到天上去了。待我和南珠生米煮成熟饭，你就说是他爬上我的床，那叶世成还能怪你？沈从玉犹豫不决，心里有些动摇。说到底，他真不希望南珠跟他嫁过去。哎呀，我可以答应你，若你事成，得看好他，别让他出去乱说，坏了我事。妹妹放心，我保证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。南珠，四小姐衣裙湿了，在后花园的月牙阁，将你送身衣服去。南珠擦了手，立即去四小姐房中拿衣服去后花园。秀云姐姐，衣服送到了。哼，四小姐就在里面，你进去吧。我伺候小姐更衣吗？她只是个3等丫鬟，没资格近身伺候四小姐的。怎么，我使唤不得你？不是，我只怕伺候不好，惹小姐生气。哼，这伺候不好就小心点，还不赶紧进去？万一小姐着凉了，我要你好看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南珠不得不提高警惕。里面倒有一人，分明是觊觎他已久的3少爷，哪里是什么四小姐？3少爷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别不识好歹。放我出去！秀云姐姐，求你放我出去吧！你喊破嗓子，也没有人会来救你。你就在这里，好生伺候3少爷吧。南珠从门缝看到秀云冲他笑了笑，南珠咬着牙，这一刻恨极了他。今日吏部尚书来府中谈完公务，去沈府后花园散步。沈归章和沈燕白作陪。燕白呀，这次你立了大功，20万雪花银一眼不眨送过去，这方眼大圣也就你有这样的气魄。将士们为荣守边关，常年背井离乡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他们敢拼上性命，我为何不能舍得钱财？若不是他们护我大圣安宁，燕白哪里会有今天？我今日送去雪花银，明日百姓赞我心怀天下，造福我生意。说到底是燕白占了便宜，沾了将士们的光。
白得一个好名声。说得好，我大圣就需要你这样的商人。哈哈，哎，你教子有方啊！我若有燕白这样的儿子，做梦都能笑醒。平静的湖面倏地炸开一片水花，沈燕白面色骤变，来不及多想，箭步冲过去，跳进水中去寻默默绿影。燕白，大爷！一时间，沈归章、尚书大人还有跟随在后的一众仆从涌了过去。哎呀，站住！沈归章不曾想会看到自己儿子衣衫不整从楼上跑下来，气冲冲走过去。你从那上面下来的？没，我……他脸上有抓痕，身上仅着一件内衫，系带松松垮垮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发生了什么。堂堂国公府，不曾还能看到逼侍女跳楼的场面，当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说罢，庄世通甩袖阔步离开。孽障，你干的好事！幸亏沈燕白搭救及时，南珠并未呛许多水。快找大夫！沈燕白喊道。他抱着南珠往松云居快步走去。爷放心，我定会去查个明白。他将南珠抱去了自己卧房。南珠被放在床榻上，依旧紧紧抓着沈燕白衣襟。爷，男儿别怕，我定会为你做主。沈燕白想要替南珠更衣，但见他如此模样，想必是不愿男子碰触，于是沉声唤来惠嬷嬷，叫他找身干净的衣服过来给南珠换上。爷，楼上是三少爷，四小姐和他串通，好让南珠没法当陪嫁。传话的是他院里一个叫桃花的二等丫鬟，把南珠骗过去后，四小姐身边的大丫鬟锁的门。桃花发卖了，秀云处死，看住三少爷和四小姐，待我有空找他们算账。沈燕白进了房，惠嬷嬷和其他伺候的人先退了出来。南珠精神疲惫，却睡不着。男儿，爷又救了奴婢一命，奴婢不知如何报答。男儿，今日救你是遵从本心，我并未想让你报答什么。平日里沈燕白待南珠好，南珠能感觉到里面的不同，何况他与沈燕白那样亲密过，虽说没到最后一步，到底无法像从前那样心无旁骛了。他们身份相差实在悬殊，比起沈燕白的特殊对待，南珠更向往自由。爷，奴婢身份卑微，怎么入得爷的眼？奴婢只想早日赎身出府，换得自由身。你早已有此打算。是，宁做自由鸟，不为笼中雀，求爷成全。沈燕白一时沉默，没有说话。你想出府，也得有命出去。今日起，你待在松云居，凑够30两，我便还你自由身。大爷之恩，奴婢没齿难忘。沈燕白交代他好生休养后，便起身离去。沈燕白要去老爷那儿，云初见他一言不发从房里出来，气场压迫，很不高兴的模样，再不敢乱说话。不知南珠和爷说了什么，好久没见爷这样生气了。母亲啊，这也太荒唐了！主子调戏婢女，逼人跳楼，我竟是第一次听说。这弟弟妹妹也不大像话，仗着母亲宠爱，什么事也做得出来。还有昨天贵客在府中，再胡闹也得分清场合，不是？闹成这样，我以后都没脸回来了。你怎么也听说了？母亲，你封了自己府中人的嘴，可管不着别人府中的。那定是庄尚书身边的人。府中丑事就这样传了出去，满大街沸沸扬扬。孽障，你干的好事，我的脸都叫你丢尽了。平日里你不学无术，荒诞淫邪，我睁只眼闭只眼没打你。今日庄大人在府中做客，你还闹出这等丑事来，败坏家风，我不打死你这个混账东西！母亲救我，母亲救我呀！
老爷，茂儿知道错了，你饶了他吧。我就茂儿一个儿子，你这是要他死？茂儿也是你的亲儿子啊！他就是我亲爹也不管用，宠儿不孝，宠狗上灶。看你养出来的好儿子，他就是被你惯得无法无天，不顾廉耻不计后果，跟条狗有什么区别？还有你，没脑子的蠢货！还有你，没脑子的蠢货！你哥哥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听你哥哥的话？叶家这门亲出了岔子，我第一个找你算账。哎，大爷，燕哥，你可有办法阻止这些流言啊？夫人与其想怎么挽救流言蜚语，还不如想想怎么挽救从茂。柳氏一听，恐怕又要处置自己儿子，哪里会舍得？绞尽脑汁把重点转移到让沈燕白挽回府中名声上面。是，从茂也要管教，可当前最要紧的还是府里的名声。你父亲在朝为官，若是叫别的大人们听了去，你父亲只怕是沦为笑柄了，以后谁还肯跟你父亲共事啊？这倒是，你得赶紧想个办法才行。夫人说错了，这次的消息是从庄大人那传出去的，若我们解释一切是误会，让庄大人情何以堪呢？说庄大人不明真相，散播谣言。别忘了，从茂是实实在在干了这件事，庄大人怎么会愿意背这口黑锅呀？他要是追究起来，场面只会更难看。父亲又在他手底下做事，那恐怕不是被人笑几日这么简单了。嘿，万不可得罪了庄大人！无知妇人，你想害死我？最难捂的是百姓的嘴，既然捂不住，不如父亲严惩从茂，还能挽救府中名声。不可！难道除了处置从茂就没别的法子？我们就说是那婢女勾引的从茂也不行吗？啊！从茂明知今日庄大人在府中，还敢做出这等丑事，原来是仗着柳夫人庇护，才这般有恃无恐。今日他敢调戏婢女，逼人跳楼，明日是不是敢借着府里的名号去外头杀人放火，抢夺人妻？你胡说什么？从茂不是那种人。那是哪种人？今日那婢女当着庄大人的面跳楼了，夫人还想要庇护，可见只在乎从茂罢了，哪里是担忧府中名声、父亲前程？柳氏还想狡辩，沈归章警告他：你这渔夫，你想害死我不成？再说这些蠢话，我立即将你休了。柳氏吓得面色惨白，不敢再说一句话。你觉得我应当如何处置？杖责80，送去城外庄子，禁足1年。母亲救我呀！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真的不敢了。这不是要从茂去死吗？从茂长这么大，哪里吃过这么大的苦头？燕白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和你弟弟妹妹们，可也用不着借着这事儿对你弟弟下这么大的狠手啊！再怎么样，他也是和你同一个父亲啊！罚的确实重了些。若是平日里打几个板子也就罢了，可这次是撞到庄大人面前，今日可是气冲冲离府的，父亲又是吏部考公司郎中，最忌讳模糊决断，小打小闹恐怕庄大人那儿不好过去啊。就按燕白的话，立即执行。柳氏还想求情，沈归章已下了决心，谁说也没用。从欲做事不顾后果，冲动糊涂，我看为了沈叶两家婚事不出乱子，出阁前可是禁足的好。沈归章觉得有道理。可是那叶世成点名要南珠当通房的。南珠的身契交由我保管，让他去我院中，叶世成想要什么只管来找我。是。无论如何总算解决了心腹大患，南珠去了大哥哥那儿，那叶世成绝不敢向他讨人。爷，我查到了，南珠3年前和夫人院里的小丫头兰花结私活，
兰花负责揽活，南珠负责做工，她绣工了得，生意还算不错。那个兰花有个哥哥，就是爷在扬州提拔的药铺掌柜，说要挣钱给妹妹赎身。那日南珠说要赎身后，沈燕白要云初查一查南珠是不是在外头有私活。云初当时就想，府中明令禁止婢女私自在外接活，就南珠那点小胆够用吗？结果查下来，他觉得不够用的是自己的胆儿。南珠居然敢顶风作案，已经3年之久。你找些人把他们活包了。爷是要帮南珠做生意，他生意若好了，岂不是很快就赎身出府？他想走，我就成全他。爷，您真不打算挽留？就这么办，让他早点出府，省得他日后后悔，强扣住他。这日，沈燕白出门会客，有人来松云居传老太太的话，叫南珠去老太太的明月斋。一个叫小石的小丫鬟为他引路。小石，老夫人有说找我什么事吗？会说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老夫人很和善，一定不是找你麻烦的。南珠心里大约有些猜测，定是大爷带他去松云居的事。老夫人知道了。小石给了南珠一个安慰的眼神，让他别紧张。看样子，老夫人是极宠爱他的。奴婢南珠见过老夫人。沈老夫人一双细长的眼儿上上下下将南珠打量一番。今年多大了？是哪里人啊？奴婢叫南珠，是宿阳人。宿阳？那不是很远，怎么来的京城？问及身世，南珠不好撒谎。老夫人恕罪，奴婢是逃出来的，只因家中贫寒，拿不出银子供弟弟上学堂。10岁的时候，父亲和后母要将奴婢卖给30岁的屠夫，那屠夫满身肥肉，脾气暴躁，卖给他定是死路一条。奴婢不得已才逃出来，来了京城。沈老夫人没想到是这样的情况，不由得再细细观察着南珠。10岁就敢跟家里反抗，逃出家门，可见是个胆量不俗的。这宿阳在最南边，到京城可不近呀。你只身一人是如何过来的？奴婢路上遇到了一群锦国来的商队，他们带了锦国的绣品药材和干货来京城售卖，只因路上遇到过水患，人冲散了不少。见奴婢手脚还算勤快，便留下做活。他们一路上边卖东西边来京城，奴婢就跟在他们商队，给他们打下手。历经半年多，终于来了京城。哎呦，这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吧？只要有口饭吃，奴婢便已知足。一位姓高的嬷嬷待南珠极好，她的绣品一绝，各种套子、腰带，绣样十分精美。南珠跟在他们身边学到许多，受益匪浅，学到东西她牢牢记在心中。那你为何要来沈府做丫鬟？那时奴婢年纪小，一路上跟着商队风吹日晒，又瘦又黑，外头的商铺都不收奴婢。听说府中大爷是经商的一等手，名声在外，凡是从沈府出来的丫鬟，日后再去其他商铺做活，不用说二话准没问题，还能多拿些钱。你可愿留在大爷身边伺候他？奴婢一心赎身换得自由身，大爷已应允我凑够银两便还我身契。啊，那这么说，你不愿伺候大爷？大爷人中龙凤，奴婢只是个做粗活的婢女，目不识丁，没有见识，反而有损大爷的名声，换老夫人成全。啊，也罢，既然燕哥答应了，我不强留你。南珠走后，只听到老夫人叹息一声。老夫人为何叹气？山高水满，物极必反。这丫头确实聪明伶俐，只是容貌呀过于惹眼。离府去也好，省得燕哥日后为了她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。哪能呢？燕哥儿自小聪明，做事向来拎得清，老夫人多虑了。喜物而不溺于物，钟情而不陷于情。
任何事是要有度的。我看燕哥就要把控不好这个度了。嘿，爷来了，客人在3楼等您。今日人真多。哎，哪日人不多？除了3楼特地给爷腾出来的，1楼、2楼都坐不下了。那个刘文刚来那2日倒还挺老实，嘴巴抹蜜，一口一个哥哥喊得勤快。这几日总在钱柜前晃悠，打听每日入账明细。我看要不了多久，他必暴露本性。王兄费心了，我知他品行低劣，只因是太子命令不好回绝，知道王兄心细，才将他安排在你店中。也想如何诱他呀？我们按兵不动，让他再蹦跶几日。不拘听爷的安排。小二送来酒菜，顺便给云初送了一盘鸡爪啃着吃。云初才吃了一个，听到楼下闹哄哄的，像是有人闹事。云初端着盘子走到栏杆前往下瞧，人群之中的竟是二老爷。二老爷，我们爷在谈事，不方便打搅。谈完正事，两人继续吃菜。突然房门被人踹开。二伯这是何意？哼，你好大的架子哟！我与客人来这儿吃酒，3楼分明就有空房，掌柜的却说整栋楼都满了，感情是给你在这儿充面子呀？啊，隔壁空房我要进去，这奴才还拦着我，感情他才是神府的主子。云初是我的人，二伯当着我面打骂，是扫我颜面。这金钟楼本是我当家做主，我定的规矩，二伯贸然闯进，是砸我招牌。二伯出门在外如此盛气凌人，恐会招来祸端。哎呀，好一个扫你颜面砸你的招牌！哼，我是你二伯，你与长辈说话姿态高高在上就罢了，还敢说我的不是，当真是没教养，和你那不守妇道的娘亲一个样子。话未说完，沈燕白拿起筷子朝他掷去，听见嗖的一声，筷子如雨箭般正中沈归敬大腿，鲜血涌出。恶口骂人，伤人亦自伤，二伯莫造口业。沈归敬勃然大怒，今日定要和沈燕白没完，冲过去从桌上抓起酒壶往沈燕白脑袋上砸过去。沈燕白并未闪躲，生生挨了他一下。胡闹！府里刚安生几天，你们居然在酒楼当着众人的面大打出手。他是你二伯，你打伤你亲二伯，传出去，我们沈府的脸面还要不要？二伯辱我母亲名誉，我让他砸一次，已经给够尊重。日后他再胡言，我听一次打一次，绝不会手软。打伤长辈，败坏家风，还如此狂妄，我看从貌品性还比你好些。家风？父亲若觉得丢脸，不妨送我一碗毒药，正如当初对待母亲那样，好换个家风严谨的名声来。沈燕白母亲一直是横亘在父子俩中的鸿沟，他母亲的事是府中禁忌。你胡说什么？你母亲是病死的，谁给她毒药？不是吗？母亲身体向来很好，为何一次小风寒便让她缠卧病榻？偏偏还是祖母不在家中的时候，母亲病重，父亲从不去看她，就连我也不许入她院中半步。父亲当真不是因为捕风捉影的谣言，为了保全自己所谓的颜面，给母亲下的毒。这么多年来，这是沈燕白第一次正面提及此事。孽障！孽障！你母亲是我3书6礼明媒正娶回来的，哪怕流言横行，也从未想过让她死。只是她性子太过执拗，不肯低头。你以为她走了，我不痛心？痛心？哼，父亲与母亲成婚不到1个月，便收了柳氏。父亲说这话，不觉得痛心吗？当初的流言来得莫名其妙，父亲不去彻查，反倒将母亲禁足。都说捉奸捉双，流言中只有母亲一个，那另一人呢？那个人没个影，父亲便定了罪，让母亲认错。母亲何错之有？唉，陈年旧事，休要再提。哼，我定要查个底朝天。庄毅在爷身边，爷怎么还受伤了？
南珠急得拿帕子去擦，又怕他疼，撅着红嘴儿小心翼翼吹着凉气。爷，有点疼，你忍忍。沈燕白嘶一声，哑着嗓子喊疼。爷，你忍住，很快就好。南珠又撅着粉嘟嘟的嘴儿吹冷气，那样小心翼翼，沈燕白闭着眼，心都要被他吹化了。爷日后要小心，莫要再与人冲突受伤流血了。哎呀，我不见血，只怕他讹我银子。可这伤的也太严重了，再往下就要伤到眼睛了。银子没了还能再挣，眼睛没了就是一辈子的瞎子，太不值当。我一个子儿也不给他。哼，真够倔的，疼死你吧！你骂我什么？才没。说我守财奴进棺材，死不放手。骂人被当场抓包，南珠眼睛闪烁，心虚不敢瞧他。爷明明都听到了。哼，能儿，仗着我喜欢你就欺负我吧。欺负？呸！真不要脸！爷胡说，我才没有。能儿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否则我会忍不住。南珠这才心有些急。爷，我要走的。我知道。沈燕白捧住他的脸，眸光灼热幽深，慢慢低下脸去。爷又要咬嘴儿。南珠心颤得厉害，呼吸逐渐加快，他脑子里乱糟糟，知道自己应该立马跑掉，偏着双腿定住不动，他只好闭上眼睛。南珠闭着眼，静静等待着唇上的动静。只是等了许久，还没等他亲下来，南珠睁开眸子，见沈燕白轻笑一声，他的吻落在南珠眉心，停顿许久。我说过放你走就不会后悔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他日你再落入我的手中，我绝不放你。夫人，今日兰花又去外面买来点心。今日怎回来这么晚？禀夫人的话，今日那铺子有个厨子回家探亲去了，人手不够，才慢了许多。原来如此。汉嬷嬷，搜他的身。夫人这是何意？兰花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在外头接私活！我没有。死丫头还敢嘴硬！你去外面卖绣品，那金绣坊的老板娘都来告状了。因为生意实在不错，从前好几位金绣坊的常客再没有光顾。那老板娘觉得奇怪，悄悄去客人府里打听，结果打听到客人换了地方买绣品，对方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丫头。很快，潘嬷嬷从兰花身上搜出1两银子来。兰花，你可知罪？奴婢错了，求夫人恕罪。哼，你做不出这些东西，你和谁一块做的？都是奴婢自己做的。死丫头敢嘴硬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快说你的同伙是谁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兰花不愿供出南珠来。真的是奴婢一个人。兰花，我知道你是个重情义的好孩子，不想招供出你的好姐妹，但是你得想清楚了，你不说，我只好把罪责归到你一个人头上。上次你同我说你哥哥和父母很快要来给你赎身，这么好的哥哥和父母，你忍心他们忙活多年，到头来一场空吗？夫人饶命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你不说，我有的是法子把那个人揪出来。南珠出门散散心，经过园子时看到2个小厮在东门下说话。哎，听说府里有人祭私活被夫人发现了，正吊在院子里受罚呢。哎，是谁啊？胆子这么大？就是夫人院子里的，叫什么兰花。夫人命人把她倒吊在树上，公开处刑。兰花。南珠听到这些，心头巨震，立即悄悄离开，脚步匆匆往外走。兰花被绑住双腿，倒吊在院子里的树上，已经挂了大半天。这里人来人往，每个路过的人都忍不住打量2眼，又不敢多瞧，很快移开目光，匆匆走过。原本有接活心思的人，这会儿看到兰花的下场都狠心掐掉了。兰花，这么久了，你的同伙还没来，看来他也不是很值得你为他守口如瓶嘛。只是他不来，我只好把你处置了。
柳氏让人将兰花先拖去柴房关着。夫人，打听到了，8成是南珠那个死丫头，他们倒是谨慎，瞒得密不透风，兜了好一圈才查出些眉目来。这个兰花跟院子里的人不爱来往，话也不多说一句，不可能和他们一块儿做事。老奴这怎么也找不到线索。回来的路上，桂儿同老奴说，有回他和人说了南珠2句，恰巧被兰花看到，那兰花就瞪他一眼，好像替南珠打抱不平呢。这么说，极有可能就是他了。潘嬷嬷点点头，是得一把煽风点火的活儿。夫人不知，南珠这个死丫头，表面上看上去老实巴交的，脾气可硬着。上次夫人罚她洗碗，老奴不过多说了几句，她不但敢顶嘴，还仗着叶世子的喜欢威胁老奴呢，说日后叫世子将老奴打出神府，还说要哄着世子多生几个小世子，冷落4小姐，可见是个不安分的主儿。若不是他，3少爷怎么可能被送去乡下庄子里，还被打得血肉模糊啊？这个我定要将他打死，扔去乱葬岗喂野狗。潘嬷嬷觉得不够，满肚子坏水。夫人，打死他也就疼一下的事儿，受不了什么罪。这个小人害人不浅，何不想个办法，叫他生不如死？柳氏觉得有道理，只打死确实太便宜了南珠，不能解他心头之恨。咱们府里有个瘸腿的矮奴，今年35了，身长还不过3尺。他从前被火烧过，满脸丑疤，不如夫人将南珠许给他。如此未免太便宜他了。夫人，府里那些家丁个个都惦记南珠美貌，一个矮奴而已，难不成还能拦住那些7尺的汉子？你的意思是，他们知道南珠嫁给一个瘸腿的矮奴，定然会动心思。到时候，夫人您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准那丫头乱跑，下场还不比那青楼的继子惨？可是这南珠性子不是个乖的，只怕会出乱子。这还不简单，兰花捏在我们手里，她不答应，我们就打死兰花。潘嬷嬷上次因为洗碗一事对南珠恨得牙痒，好不容易逮住了，还不变着法的整他。老奴瞧啊，兰花树上吊了3个时辰，也不愿供出南珠来，想必2个人是有感情的，他不可能见死不救。我担心松云居那位恐怕对他上了心。是南珠先坏了府里的规矩，夫人您是按规矩办事，月儿在您这边，他不是还没回来吗？我们赶紧在他回来前处置了，到时候木已成舟，他还能看上一双破鞋。就这么办。南珠打听到兰花被关在柴房，直到夜深的时候，南珠才偷偷跑过去找他。兰花，兰花，南珠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走，被发现就不好了。兰花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救你出来。我们只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小丫鬟，这次是我们坏了规矩在先，你怎么救我呢？南珠想说她去求大爷，但是必然不会那么容易。南珠没说出来，叫他担心。兰花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等我来救你。这时，南珠听到院子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南珠惊觉恐怕是瓮中捉鳖，急忙在四周找着藏身的地方。东边的围墙有个烂篓子，后面是个狗窝，你快去藏起来。南珠刚藏好，一行人提着灯笼冲进来。刚才南珠是不是来过了？兰花摇摇脑袋，我们的人分明看到有人进来了。我没看到。柳氏不再废话，等人搜院子，只是屋里屋外都没搜出人来。我倒要看看他能藏多久。夫人消消气，明天我们把兰花拖出去打到他来为止，到时候再将他扣住，让他自己选。
她若答应嫁给那矮奴，我们就放了兰花；若是不答应，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将她捆了嫁过去，谅她也逃不掉。哼，派人盯紧点。刚才柳氏与潘嬷嬷的对话，南珠一字不漏听进耳中。明天最后一天了，他必须想办法将兰花救出来。南珠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从外面回来了？今天爷回来还问到你。爷回来了。对啊，回来半个时辰了。好的，知道了。南珠行了礼，加快脚步回房换衣服。当他脱掉身上一股全部湿衣服时，看到铜镜中的自己，动作倏地停住。他已经提出过自己要赎身离府，爷也答应不会拦他。如若让爷去救兰花，似乎已经没了这个立场。加上是他们先坏了府中的规矩，更加没理让爷帮他。沈燕白回来的路上遇刺，胳膊上伤口较深，一路上流了不少血。云初和庄毅忙活了好半天，才止了血敷好药。老夫人知道又该伤心了。哼，你这厮只要管住自己的嘴，别告诉小石，老夫人便不会知道。爷不允的事，我从不跟小石说。换下的衣服拿去烧了。是。爷，遇刺的事要不要和四皇子说一声？不用告诉他，他们不像受过训练的，手中刀具做工粗糙，是废铁加工锤炼而成，显然是山上流寇，为财而来，不足为惧。时间不早了，你们先回去休息，今夜换人在外守夜。是。待二人离开后，沈燕白打开香盒，听到敲门声，他以为云初有什么事折回来，头也没回到。进。男二找我何事？事到临头，南珠又打起了退堂鼓。奴婢听说爷回来了，想看看爷头上的伤怎么样了。他心怀鬼胎，为他纯阳之身而来，说这话时底气不足，很是心虚。已经好了。爷伤好了，房间里怎么有股药味？和之前用的药气味不一样呢。云初磕伤了，在我这儿换了药。我这不用伺候，你没什么事，回房休息吧。爷，求爷收了男儿。为何？奴婢有事求爷，不愿欠爷的，只能以身相报。沈燕白朝他走过去，居高临下看他绯红的脸儿，粗粝的指腹拂过他红唇。我上次说过，你若再落入我手中，我定不会放你。你可想好了，不后悔。踮起脚尖，颤颤巍巍吻上他的唇。求爷收了男儿，男儿心甘情愿伺候爷。日思夜想的人就这样俏生生站在自己面前，主动送到嘴边了，还忍什么？立即伸手将南珠搂入怀中，动作是那样快，南珠只觉两腿一晃，嘴儿就被他用力吻住了。你吃了什么？怎么这么甜？说完口就没吃。满世界是怎样爱被说的脸颊真心被践踏，谁又说了真话假话，说过的爱都会过去，会有时差。梦是镜中月，还要装作优雅，我在悬崖，不会不记得是伤疤。云初辰时前一刻便来了沈燕白门口守着，让嬷嬷们先回去。他等了许久，眼见就要4时，屋中还不见传唤。平日里沈燕白雷打不动辰时起床。爷这会儿怎么还没醒啊？怕是昨日奔波劳累，想多睡一会儿吧。正说着，房门被人从里面打开。爷，可要用水？爷脖子上怎么会有牙印儿？
昨晚好像还没有吧？难道昨日爷被匪徒咬了？他没注意到？你别管这些，柳夫人院里有个叫兰花的，你把人带过来，就说是我说的。是。云初立即离开去找人，庄义楚在门口还没走，沈燕白还要回床上陪南珠睡会觉，只留下句他要休息，莫要打扰，便关了门。沈燕白上了床，再次将他拥入怀，心满意足闻着怀里人儿身上的软香，忍不住凑过去亲了个嘴儿。再一个，还一个。南珠是被亲醒的，见他醒了，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立即深吻下去。南珠下意识张唇回应，沈燕白扣着他狠吻一通后，低笑一声：男儿果然聪明，一夜便如此熟练。才不是，爷可不止昨晚咬过我，还有何事？上次爷醉酒把我嘴亲肿了。果然不是梦，你为何不告诉我？爷什么都不记得，不知亲过多少女子，若人人都说，爷又个个都收下，这宅子恐怕装不下。莫要胡说，我只亲过你。爷怎么知道？那夜做梦，梦到了男儿，男儿可知我与人喝酒想的都是谁啊？南珠捂着脸，不好意思再听。男儿快与我说说，那夜我可曾做过其他什么事？没有。胡说，我梦中可是做了不少，怎么会没有？南珠坚定说没有，沈燕白却不信，只好严刑逼供他。南珠惊呼一声，不敢置信：爷，青天白日的，你要做甚？沈燕白沉沉笑着，在他耳边说了2个字：男儿快说，那夜我可曾这样欺负了你？爷咬了男儿一口，还抓着男儿的手。南珠断断续续费劲说完，哭着求饶：男儿乖，爷疼你还来不及。这丫头瞒他这样多，沈燕白似要一口气全部讨回来。然后总有轻飘飘天真里，想和我学，最终总会记得分手时的远离，也和我愿爱分秒无边，引人入胜的悬念。听到屋里传来女子的哭泣，他皱眉，这青天白日，野房里怎会有女子哭？于是悄声飞上屋顶去听。那女子哭声断断续续，声音虽然沙哑，但并不难分辨是南珠的声音。他耳朵贴在青瓦上，仔细去听。男儿这样娇气，岂不是要日日掉眼泪？南珠天都要塌了，他呆呆地看着他，一时忘了哭。男儿莫不是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事？今日后你别睡在我这儿。他又要吻南珠，南珠推开他：也不可以再咬嘴了，上次也咬破我的嘴，吃饭都不香了。庄毅听了害臊，赶紧离去。云初在柳氏那碰了钉子，灰头土脸的回来，爷吩咐的事情没办成，不知如何向他交代。庄毅突然从廊外的屋顶倒掉下来半个身子，云初差点被吓破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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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胆子这么小，等会儿又要去找小石哭鼻子。你这阿杂泼财，白日在这装神弄鬼吓唬人，小心阎王抓你去地府。哎，人呢？怎么没带过来？柳夫人不放人，说那兰花坏了府里规矩，她是当家主母，她的人她来处置，还说南珠是同伙，今日也要抓她来问罪。糟了，柳夫人要打兰花，我得赶紧去找爷。庄毅拦住他：爷没空，叫我们别打扰。爷在忙什么？好不容易站在八卦一线，庄毅哪里会轻易告诉他？爷的事你问那么多做什么？待会儿我去兰苑将人带回来。你能把人带回来？我说带回来，你给我5两；我说带不回来，我给你10两。
云初不信这个直肠子能把事办成，很痛快的答应了。庄毅先作揖，毕恭毕敬道：夫人，我们爷命我把兰花带回松云居审问。走一个云初，又来一个庄毅，怎么我这执掌钟馗的主母还管教不了坏了规矩的小丫鬟？夫人地位尊贵，自然管的。庄毅知道会被为难一番，倒也不焦躁。只是南珠被我们爷收了房，已经是爷的人，身份终究不太一样，要怎么责罚，得我们爷说了算才行。燕白把他收了，何时的事？夫人不信，现在南珠还在爷房中，夫人随我去看看便知晓了。六师暗暗咬牙，好一个南珠，居然爬上了沈燕白的床。松云居的下人一向不归柳氏管，这是沈燕白一直以来的规矩。计划就这么泡汤，柳氏实在气不过。夫人，我们爷还说账要一笔笔的算，这个兰花既然是南珠的同伙，自然得带回去好好审问，问清楚是谁先出的主意，谁拿的银子多，谁的罪就重些。南珠如今不是一般的丫鬟，我们爷定要盘问清楚，不可多冤枉南珠一分。如今府中公账正是缺钱的时候，还等着沈燕白添钱。柳氏不敢在这时候惹沈燕白，只好将人放了，任庄毅带走。不会苍老，何去轮回路走几遭。兰花被安置在一间空房，惠嬷嬷给她上药，庄毅就出去了。5两银子。云初愿赌服输，掏了5两给他，又实在好奇他是如何说服柳氏的。我去的时候，柳夫人可没一个好脸色，说什么都不肯放人。你说什么了呀？庄毅终于赢了一回，哪能这么轻易告诉他？等爷出来你就知道了。云初抬头瞧着日头，40已经过去了，爷怎么还没叫人伺候？莫不是感冒了？不行，我得进去看看。庄毅揪住他领子，急什么？爷爱歇多久就歇多久，没有传唤别进去打扰。南珠醒来后，身子跟被什么碾过似的，没有哪一处是舒服的。身边没有人，南珠悄悄掀开被子，低头瞧自己，没有一块好地方，到处都是红红的印子，就连脚踝上也有。听到脚步声，南珠吓了一跳，立即钻进被子里藏起来。盖在身上的被子被人抽走。男儿醒了。南珠捂着自个，又慌乱地抓过被子将自己挡住。爷！一说话，南珠才发现自己嗓子哑得不像话，两腮又泛起酡红。昨夜哭，今早也哭，怎么也堵不住你的嘴，现在知道嗓子哑了？哼，羞什么羞？明明清风霁月的爷在榻上竟然如此生猛，半点不留情。明明是爷。我怎样？南珠竟没发现沈燕白居然如此无耻。他没他脸皮厚，转移话题。爷昨夜答应男儿要救兰花，他已经安全无虞，你不必担心。南珠松了口气，他总算没白被啃了这么久。谢谢爷。嘴上的谢太容易了些。沈燕白盯着他，意思不言而喻。南珠抿抿唇，他都累得起身都难，他却满面红光。他嘟囔一句：爷不累吗？我自然不累。还疼吗？还疼吗？昨夜的荒唐如潮水般涌来，南珠面红耳赤。爷昨夜也问了好多次，南珠怎么可能不痛呢？原来伺候人是这样累。昨夜他喊疼也不见得放过他。我若痛，爷会放过我吗？男儿当我是禽兽，你若痛，我自然不忍心，且先放你一马。你若骗我，今夜自然有你好果子吃。这怎么分辨？他正想说严重一些，多歇些时日。南珠心头疑惑，一双眼睛细细打量他。爷怎么能分辨真假？沈燕白原本只说着玩，不成想歪打正着，他居然问起来，原来真动了心思唬他。这丫头果真欠教训。沈燕白不吭声，带着他身子一歪，一起倒在床榻上。南珠瞪大眼睛，光洁的身子颤抖不休。他怎的还要来？爷，我饿了，还是先用膳吧。
沈燕白捂住他的嘴，对着他那双不知所措的大眼睛笑道：莫慌，我先亲自给男儿检查一番。说罢，被子一掀，只听到男主一声尖叫。我怎么听到男猪的声音了？你有没有听到？庄毅坐在树上拿帕子擦剑，心说我听到过的东西可多了，皆是大鱼大肉，这点青州小菜算什么？不多久，沈燕白在屋中传唤，云初立即冲进去。爷！话卡在嗓子眼，云初看到自家爷衣衫半解，若隐若现的胸膛上布满了暧昧的红痕，脖子上还有一枚清晰的牙印。抬些热水进来，叫惠嬷嬷给男猪准备一身干净的衣服送进来。送这里来？云初醍醐灌顶，立即明白了什么。他就说爷今日怎么这么奇怪，原来是金屋藏娇。云初和庄毅去打水，激动地同他讲：昨晚男猪歇在爷的房里了。我早就知道了，还挣了5两银子。真不够意思，你居然不告诉我！我就说你怎么这么镇定？不对！云初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怒骂道：挨千刀的，你坑我银子！沐浴完，桌上备好了午膳。男猪走过去，腰间横来一只修长有力的胳膊，身子被男人往前一带。男猪反应过来后，人已经稳当当地坐在沈燕白腿上。爷，快放开我！您抱着我不方便用膳。无碍，我喜欢抱你用膳。我不喜欢被你抱。他抿了抿嘴儿，只觉实在硌得慌，不安分地动来动去。好好坐着，别乱动。爷还是放我下去吧，我笨手笨脚的，饭都吃不好了。你亲我一下，我就放你下去。男主脸儿绯红，不愿意，那便坐我腿上吧。男主扬起下巴，对着沈燕白沾了茶水的唇亲下去。这个不算。怎么不算？我明明亲了嘴。我只想让亲脸，亲嘴不算。我重亲一次。男儿，青天白日，说什么亲不亲的，到了晚上也任你亲。简直无耻！奸商，奸商！沈燕白心情大好，悠哉悠哉喝了几口汤，又夹了一只虾仁喂到男主嘴边。吃吧，不是说饿了？我是你的灯光的不管淋漓，画不出千年间横竖偏来的功底，如色如烟雨般缭绕在掌心，不必问对将公正的语。我去外头调2个丫鬟来伺候你，到时候将他们叫过来，你选2个顺眼的。谢谢爷好意，我不用人伺候，还是一个人自在些。你确定？当我的通房丫鬟格外累些，我的心里吃不消。有人伺候你，有什么事只管使唤他们，别累着自个儿。奴婢不习惯被伺候，一切照旧便好。沈燕白轻轻一笑，不再劝他。用完午膳，沈燕白同南珠一起去后院找兰花问话。